最快的，有一个云林的年轻人，19岁而已，他第一天进去工作，早上7点进去，9点钟就被抬出来，那是很方便，对，而且交通方便，也不比拍水，不加好水，大家来看，哎，这个不错，生活好像不错，这个交通也不错，嫁来，结果嫁来那一天就抬到架子上开挖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可以冲到10份，哪里？10分瀑布啊，10分瀑布，山上那个地方。是哦。没办法工作。哇，他们还穿马靴哦。一个做误会。以前家里都有种，这里有以前有那个梯田，种那个水稻，种茶叶。后来因为它地方挖了以后，水渗透下来，山上没有水。以前在挖煤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可以装到10份。哪里？10分瀑布啊，10分瀑布。以前有人从这里进去在里面上工，下班是从10份出来，到车回来。再回来啊，走路到10分要多久？哦，要很久，很久哦。它就是你那个坑道大概有6公里才可以到。6公里哦。对。所以这个轨道是煤矿也是一样，运到下面那个什么那个瑞山的。对，运到那个整煤厂，那个地方以前是煤矿的最末端的工作，他们要整理，要把它分了块煤。粒煤或者混煤，对，有，所以要分大小块，然后中央分好了再卖出去，再去各个地方。算国家的还是算私人的哦。台湾的煤矿都是私人企业，以前还是早期还是依赖煤，对，所以煤矿的。民国3年那时候是日据时代，对。所以用煤油煤炭。这边哪时候关的？哪时候就是79年，这个矿是到79年。How is this? Call my 好。call my 医生 ，call my。好，拜拜，他们跟我说拜拜。他们的工作室啊，上工的人每个人都有一张，公司会给你一张这种牌子，都有你的姓名、工号，还有电灯的号码。最重要的是后面有一个合格证号，你要受过训练哦，他有认证，他专是考核证照的意思，对，像是证照的，就是你才可以进到矿洞里面。不是随便一个人想挖就可以进去挖。最早以前是民国60年以前可以，所以只要你肯做，不怕辛苦，你就可以做。但是就是发生了很多事，里面植栽，对，植栽，乌漆嘛黑的，对，都靠你自己的头灯，对，这个灯，对。它这个牌子很重要，而且这个牌子就是你换电灯要进去，表示你人进到里面。然后下班了，你灯还给他，你这个，而且最快的，有一个云林的年轻人，19岁而已，他第一天进去工作，早上7点进去，9点钟就被抬出来，他只是在矿场。早期吗？对，没有，他就被石头压死。石头压死。哦。石头压死是在矿场里面算是最多的，发生的灾难是最多的。早上你要进去之前，他要为什么要收拾？他没有驾驶啊，因为有煤炭的地方都有瓦斯。怕你拿那个打火机什么的，香烟，包括酒精之类都不可以带进去抽烟什么会爆哈。但是台湾一直到民国89年，台湾所有的煤矿结束之前，矿坑里面一直都有人抽烟，还是有人抽烟。所以台湾很多次发生灾变、气爆，
都是人为。大部分的不要说，里面的气爆还会产生混成爆炸，粉尘爆啊，尘爆跟以前巴黎那个一样哈。而且尘爆在矿场里面的尘爆会连续爆炸，不是炸一次而已。所以气爆的那个范围，在矿场里面尘爆的范围，这样子地方要生还的几率大概真的是零。基于我们看的大概都是零。那个爆炸的真，只要一爆就大概。它可能从最里面一直爆出来哈。没有，它是往里面爆。往里面爆？它是往里面爆。里面因为风是往比较浓哈，但是风向是往里面吹，两个粉尘都往里面飞。离那么远，到底有什么地缘？对，但是就是没有任何地缘。当时云林人都很喜欢来一趟要多远呢？而且他那个媳妇，我会回去跟他家里人讲。假后到修补这样。假后到修补。来嘞，不是都东西 double K 啊？为什么会有女生当时都是当时的嫁女，跟你们现在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是用自由恋爱，以前没有相亲。哦，以前相亲很可怜，云林人的。说真话，就是以前活动的人，心肝不好，会用骗的。过来的，不怎么骗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不会，新娘不会自己来，或者有一小部分也会自己来。结婚当天才看到。没有，他不会带你去山上看。他在这里，我们这里有一家专门在相亲用，相亲用的房子，他都房子比较好。而且很近，就在这里很近，离车站很近，很方便。对，而且交通方便。更别拍谁，更加好谁。大家来看，这个不错，生活好像不错。这个交通也不错，嫁人。结果嫁人那天就抬到架子抬到山上去，他会跟你骗。你说，我来相亲都直接接你给他说一下，没有了。这个是我们主厝，我们要回来祭祖。住3天，那就住3年、30年都住在那里。建筑工地，因为民国79年这个矿，民国79年收起来，当时的建筑业真的起飞的很厉害，当外面到处在盖房子。建筑工地的工人缺了很多，都是大部分都是建筑业，而且有一部分在矿场里面专门在挖坑道的，有一部分你去挖雪隧。刚好接着挖雪隧，或者一部分人是在那个台北捷运板南线第1期工程，对，都是做这种，都是做工地挖隧道的，对，挖隧道的这种专门。因为挖隧道他们不必要再考照，别人要考照，他不用，我们专业的了。台湾所有的证照，坑道的证照是煤矿的证照业最高，石矿的挖石头的证照不能挖煤矿。可是煤矿可以去挖石矿，对，煤矿可以挖石矿，而且煤矿的岩层比较脆弱，比较容易落石坍塌。对，石矿的岩层比较坚硬，对，像大理石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比较硬。对，金矿的岩层也是比较坚硬，对，就是煤矿的岩层比较脆弱。可是那我问你哦，挖煤矿跟挖金矿一天的工资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因为金矿有两种，金瓜石跟9份。我们说金瓜石跟9份，他们以前就早期那一段金矿还在做的时候，金瓜石比较没落，9份比较热闹。光那个茶室，就前天嘛，有牌的有证照的茶室就32家，哇，没有证照的50几家，光9份。9份老街现在9份老街，整条街都是哇，不输万华的那个。当时就是金矿的全盛时期。对，因为什么因为金瓜石会比较没落，因为它产矿的方式不一样。金瓜石是国家的，它是台金公司的啊，9份是私人的。9份私人，它是跟工人用包材制的，就是。你是老板，我帮你挖，如果挖到金子，我们怎么抽？3、7分或者4、6分这样子。所以9份很多人当时就一夜致富。3更没饭吃，3更没有饭吃，还不知道钱在哪里。5更起大厝，一夜致富，一夜致富。好低哦！这个算是高的了。天哪！这个算是高的，一般还有20-30公分的。对。
就是这样，而且这里很热，这里的平均温度大概38度到40度左右。My God！ 比人体还高哈，人体还高。湿度又很高，湿度。然后空气又很少。湿度风会送很大的风。嗯。如果那么湿。哇，他们还穿马靴哦。误会，而且是民国45年到现在。为什么是误会？因为美国人他当时有美元基金嘛，他送给我们台湾每一位矿工一双这种工作鞋。这么好？对啊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台湾煤矿，你看都是水，这个怎么穿呢？哦，这个不能穿。他们美国当时在采煤是用露天开采，用挖土机挖的，穿这种当然可以。对啊，那种就没办法。对啊，这个怎么不方便？这种机型你怎么穿这种啊？他们穿什么呢？穿什么进去？塑胶鞋。真正你看这个防水哈。为什么里面有水啊？对啊，刚刚有介绍，在上面渗透下来。从岩缝这种上面渗透下来，到处都会滴水啊。哦，那老师，那我们以前那个煤是都外销吗？还是都没有，我们自己都不够用。为什么还会到基隆港？然后你意思是说不是说外销吗？当时是日本时代，他们运回去日本。哦，挖的我们煤一部分留在这边，就是发电煤啦、木材啦，都往日本。对，所以阿里山那边也砍。那个当时的快木可以他们日本人砍光，还有宜兰那边太平山什么的哈，都被日本人砍。